轰！火光与龙泉暴风交织，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炙热的火焰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无情地冲击着龙卷飓风的肆虐，将这片天地染成了一片赤红。丹神塔在双重灾难中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崩解在这场天地变色的浩劫之中。飓风与火海，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这片天地之上上演了一场惊世之战。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毁灭的气息，即便是远在丹神塔万里之外的那些修炼者，也能感受到这场对决的震撼。金地天盟主站在风暴之中，面无表情，在风暴与火海的映照下，显得更加的深不可测。这是神火的力量。金地天盟主呢喃一声，他在第一眼就看出了这突如其来的炙热力量的来源。天地间，火海与风暴的激烈交锋，仿佛是两个古老巨兽的角逐，火焰如绸缎般翻卷，风暴则如同利刃切割着空气。色彩斑斓的火光在狂风中跳跃，时而明亮如昼，时而暗淡如夜。他们在不断的冲击、吞噬、碧玺，直至双方的力量似乎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平衡后，旋即一同消散在这片天地逐渐，空间恢复了平静，徒留下空间中那令人窒息的余温。就在此刻，所有神器联盟强者们的目光聚集在丹神塔前的虚空之中。那里，三道伟岸的身影渐渐清晰，他们从火海中走来，每一步都似乎能够引起空间的颤动。他们如同三座永恒的山岳，巍峨坚定，散发出的气息让在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都感到绝对的心悸之感。他们的气息深沉而强大，仿佛就是天地间的守护者，即便是寻常的大道主神都没有这般恐怖的压迫感。当火海最终消退，三人的真面目显露无遗，他们正是从神明界赶来的萧炎、灵动、沐尘。萧炎的目光中散发出炙热的火芒，宛如无尽火域世界，焚烧万物。灵动身姿挺拔，目光深邃如星辰，仿佛能洞察人心的深渊。沐尘则宛如草原上的疾风，神情从容，步伐轻盈，眼中闪烁着原始精芒。三人的出现无疑给这场战役带来了新的转机。即便你是神奇联盟的盟主，想要毁灭丹神塔，问过我这位九品药神的亲传弟子了吗？萧炎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现在的萧炎，即便是九大副盟主，都看不出他的实力高点在哪，简直可以用深不可测4字来形容。竟然是萧炎那小子，还有那之前被变化成玉灵的那2个小子。没想到来救场的是这3位曾经手下败将。七副盟主的声音非常的低沉，但他的脸上却是浮现一抹掩饰不住惊骇。短短才过去几年时间，他们3人的实力竟然今非昔比，这更是让他们感到吃惊的重要原因之一。你就是拥有多道神火，并且闯入神器联盟，让天域面临毁灭的萧炎。在九大副盟主惊骇间，在他们的虚空之上，一道霸气而又响亮的声音传了出来。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的目光如利剑般直视前方。那位威严的金地天，其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有深邃如海的冷静与从容。金地天一袭金色龙袍，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凝聚了万千盛世的辉煌，如同一轮炽烈的太阳，高悬于9天之上，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他的气息犹如深渊一般，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感受到一种来自造化主神的玄妙与深邃。这就是那位让他们从未谋面过，却早有耳闻的那位神龙不见尾的神奇联盟盟主。今日也是萧炎、灵动、沐尘他们与盟主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位盟主果然气势超凡，可不是那9大副盟主可比得上的恐怖存在。神奇联盟的盟主很强大，看来我们3兄弟需要联手对战了。萧炎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他们3人虽然各自实力非凡，在造化主神面前单打独斗肯定无疑是以卵击石，但若3兄弟联手，生死搏杀，或许还能为丹神塔那位闭关的塔主师傅争取最后突破出关的时间。3人在面对金地天盟主，远超他们的实力。他们作为大道之境领域的主神，并未有丝毫退缩，甚至在感受到了眼前金地天盟主的恐怖气息后，萧炎眉头微蹙，他的双眼中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那是对强敌的渴望。灵动的拳头紧握，细微的动作却透露出他内心的战意，那是对挑战的期待。而沐尘，他的眼神中似乎隐藏着原始的风暴，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3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其中充满了默契与坚定。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是对他们在神明界中一次蜕变后迎来的首场激烈的对决，而他们的对手还是神奇联盟的盟主，造化主神的实力，这也无疑是让他们稳固这一次蜕变后力量的最佳机会。金地天盟主站在他们的面前，仿佛永恒不灭的神，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超脱大道之上的可怕存在。你们3位的成长速度让本盟主感到非常的吃惊，居然达到了如今这等高度。不过丹神塔在神州除名已成定居，你们也不要妄想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本盟主。他的目光扫过萧炎3人，带着一丝冷漠，一丝不屑。这一刻，空气仿佛凝固，时间似乎静止，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毁灭对决的风暴。是吗？没试过怎么知道？或许我们3人还真的能够让你阻止下来呢。萧炎镇定自若，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份自信，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无所畏惧。真是一群井底之蛙。金地天盟主也不再与之废话，他的身影在他们眼中愈发明亮，散发出恐怖的气息，直接将周围的空间都瞬间扭曲。感受到了金地天盟主的气息后，三人的眼神一凝，相互对视一眼。想要与一位造化主神抗衡，他们必须有着完美的默契，而他们三人正是拥有着其他主神没有的默契。这一战将是他们三人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挑战，但也是证明他们自己是天命之子，拥有与众不同的天赋和强大的战斗力。在他们双方紧张对峙的那一刻，在距离丹神塔高空之上的遥远天际上，这里被一层神秘的光芒包裹，这里隐隐散发出无形的空间之力，深入其中便是会发现这里有一道隐藏式的独立空间。这道独立空间仿佛一扇静默的门扉，外界无法窥视内部的一草一木，而身处其中的众人却能将下方丹神塔的动荡一览无遗。这处空间静得能听见针落，光影斑驳，仿佛时间停滞。空间内弥漫着一股神秘而古老的气息，在这处独立的空间中，有着无数道身影，他们正是刚刚被造化之光吞噬的丹神塔一众人，其中包括云韵圣花殿殿主以及五大神阁之主他们。因为就在刚刚他们被造化之光吞噬的那一瞬间，萧炎的炎之道法、牧尘的原始道法以及灵动的五之道法，也就是祖符之道冲入其中，将他们全部笼罩而下，并且灵动的空间祖符也成功的蜕变为空间神符，而空间神符的力量远比空间祖符强大数十倍，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更是强的离谱，一瞬间就能够引动他们周身的空间，最后全部带到了现在这方充满神秘气息的空间之中，而他们也劫后余生，并没有在造化之光下陨落。这一操作就连金地天盟主在一时间也没有发现。云韵站在丹神塔众弟子之前，他的目光穿过重重光影，投向下方那若隐若现的丹神塔。他的面容之上依稀可见一丝淡淡的担忧，因为他担心萧炎他们，毕竟对方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造化主神。放心吧，我相信萧炎他们，从他们的气息来看，其实力应该又有了极大的提升，现在又能够如此从容面对金地天盟主，想必他们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内塔之主此时安慰出声，对，从我认识萧炎他们以来，应该不是那么莽撞之人，所以我相信他们。十大神长老之一的孽神长老也应声道，这一次如果不是他们三人及时赶到，恐怕他们这里所有人都要真的陨落了。没想到神器联盟的盟主实力已经可怕到如此这般不可抵抗的程度。云韵也只好接受了他们的安慰，对萧炎他们充满了一丝信心，暗自道，萧炎，我也相信你，你们一定可以的。就在这一刻，这片空间中的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丹神塔的方向，等待着那一触即发的战斗，等待着命运齿轮的逆转。金地天盟主站在原地，对着萧炎三人做了一个放马过来的手势，道：你们三人一起上吧，让本盟主看看你们的大道之法究竟可以强到何种地步。在金地天盟主这道霸气之声响起的那一刻，天地间的气氛骤然紧张到了极点。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紧盯着那道金色龙袍的身影，心中的战意如同澎湃的海浪，波涛汹涌。下一刻，萧炎三人深知试探无益，决定直接展露自己的真正实力。随着他们体内大道神力的催动，一股股强大而玄妙的道法力量从他们的体内爆发出来，像是三个太阳同时升起在空中，耀眼夺目。炎之一道如同烈火焚烧天地，武之道刚猛霸道，原始之道带着混沌初开的原始力量。这三种大道气息交织在一起，一股不可撼动的道法气息引得空气都在颤抖，形成了一股无形的风暴，横扫着这一方天地间。是大道之位。九大副盟主的脸色骤变，他们在萧炎、灵动、牧尘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三人仿佛化身成了天地间最古老的神灵，手中的达道力量足以让万物生灭。然而面对这三种恐怖的大道力量时，金地天盟主却是神色不变，他的手掌轻轻一挥，顿时一股更加浩瀚无边的大道力量从他身上涌出。这股道法力量如同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深邃而广袤。当他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的大道力量撞击在一起时，天地瞬间惊天动地，激烈震动，无形的波纹在四处扩散，空气中充满了玄妙恐怖的道法气息。这股气息直接让大道之下的强者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就在双方大道力量对峙的瞬间，在丹神塔遥远上空的那片独立空间中的众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碰撞下澎湃的大道之音。空间的波动像是被无形的巨手撕扯，四股玄妙的大道之法的力量在苍穹之上激烈碰撞，宛如三座巍峨的山峰相互撞击，引得天地变色。一道道闪电如同神鞭，在乱云中肆意抽打，雷鸣之声响彻云霄，震得群山回响，江河倒悬。每一道大道之音都似雷霆万钧，震得人耳膜生疼。